在我们今天的隧道技术板块中，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项隧道辅助技术，即注浆技术。我的副标题是现代注浆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它的隧道工程应用。在我的第一集中曾经提到，100年前的台沙基时代，注浆在沿途工程的防渗方面的效果并不太好，因此台沙基对注浆技术应用的范围给出了他的见解。然而，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，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，注浆技术的发展应该是台沙基始料未及的。我认为，现代注浆技术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溴法管工艺的使用。溴法管是由法国索里达气公司研发成功，法语取名为 Tube and Manchet。溴法管注浆是由注浆泵、前孔毡、溴法管、注浆器、套壳料、注浆浆液等组成的一个系统。如图所示，在注浆过程中，先依据设计深度，利用前孔砖进行开孔。此过程中，可以对土体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观察与了解。一般成孔直径在80到110毫米之间。之后将配置好的套壳料灌入孔中，然后将溴法管两端封口插入孔中，露出地面约10公分左右。上端采用重物压住，防止溴法管上浮。待套壳料固计达到一定强度以后进行注浆。注浆时将注浆器插入溴法管中进行分层注浆，根据不同的土层情况进行分层，多次注浆。一般在出现漏浆或压力急速增加时停止注浆。由于注浆过程中浆液单向流动，加上橡皮套的存在，使得压力作用下浆液只能出不能进，这样注浆后的浆液只能留在土体中，防止反馈远处。溴法管注浆已经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隧道工程、地基预处理中。圣经中曾讲到，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岩基上，风浪来了安然无恙。然而，在今日的地球上，许多建构之物，包括隧道，并不总是建在岩基上的。是现代人不聪明吗？显然不是。现代人请来了注浆工程师，注浆工程师通过注浆加固地基，也同样能使软土地基上的建构之物安然无恙。我们前面讲的是建构之物建造之前可以采用注浆法加固软弱地基。假如隧道在建造过程中发生了险情，我们隧道人通常也用注浆法来抢险。我们知道注浆材料可以分为2大类，一类是颗粒状的浆液材料，另一类是化学浆液材料。所谓颗粒浆材，就是由固体颗粒和水组成的悬浮液。常见的粒状浆液主要有纯水泥浆、粘土水泥浆和水泥砂浆等等。所谓化学浆材，即溶液型浆材，通常是环氧树脂一类、甲基丙烯酸酯一类、丙烯酰胺一类、木质素一类和聚氨酯一类的注浆材料。其中的聚氨酯类材料是最常用的地下工程强险堵漏材料。聚氨酯的英文名字是 polyurethane， 简称 PU。它是指分子结构中含有许多重复的氨基甲酸酯基团的一类聚合物。聚氨酯于1937年由德国科学家首先研制成功，于1939年开始工业化生产。聚氨酯浆液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与水反应而膨胀固化。浆液的固体可以是可软可硬的泡沫体，形状有点像海绵，但由于其空隙是不连通的，所以不会透水，也不会遇水稀释流失，因此是理想的防渗堵漏材料。用聚氨酯堵漏，精确地控制好浆液的发泡固结时间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发泡固结过早和过晚，聚氨酯浆液会随着地下水的流动而跑到不想让它发泡的地方，
那样不但达不到堵漏的效果，而且还造成了浪费，错失了抢险之良机。讲到堵漏抢险，光靠材料和设备是远远不够的。通常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生险情时，要求专业的抢险队伍必须在2个小时内达到出事地点实施工程抢险。很多重大工程事故就是因为抢险不及时而酿成大祸。所以在我国长三角地区，不少城市都有专业的抢险堵漏基地。平时没有险情时，他们可以从事地基注浆加固一类的工作。一旦有事，这些经验丰富的抢险队员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抢险。关于他们的故事，听众可以从下面的网站了解。关于注浆工艺，有兴趣的听众可阅读由陈晓等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《注浆工艺学》。